环境有一个敏感的感知 ，not agreeable to certain justify whether 你老板给你的钱是对的还是不对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Paul。所以这个是关于在30岁之前赚到100万所应该要有的 mindset， 所应该有的心态。OK，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上集，还有一个下集，这个是下集。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看之前的2集，你们可以去看，希望你们能够多找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下去接下来的点。第6个点就是大家应该要自己去寻找机会，这样子为自己寻找机会呢？这个 formula 很简单 ，opportunity equal to readiness plus observant， 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预备好的程度，还有你的这个观察能力。你要对这个机会很敏感，因为机会它可能是在特定的时候出现的，不是每个时候都一直在那边。有时候就可能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上面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跑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你能不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你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那个东西？你有能力的话，你就能够 prove 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就会让人家留下好的印象。然后如何让自己有这个好的预备呢？就是你在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去观察到底你的这个公司或你的 organization 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欠缺什么东西，它在什么地方上面是比较不强的。当它不强的时候，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少人能够去解决。可是你能够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解决的话，那个你就是 hero 了咯，你直接变英雄，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很厉害，然后同时就是在你的performance review 上面，你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要自己很常去观察，不然就可能你也可以跟你老板做沟通，因为可能你不知道一些全面的东西，你可能就问你老板哦，老板你觉得这个 team 它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在 look for 什么东西，你觉得你去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可以跟老板 align， 然后去看到底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你去发挥，让你去学习东西，让你去展现你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make sure 你能够观察到那个机会，还有你能够让自己有好的预备，有对的能力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去 grab 住那个机会，因为有时候你 grab 住了，可是你没有能力去做那个东西，这样你 grab 也没有用啊。人家讲，怎么你拿那个机会，变成你又做不好，然后变成 the ballet 的那个 impact 出来，就是变成人家觉得这个人不会做东西，就不好。所以这2个东西是要 come hand in hand 的 ，observant 还有这个 readiness 是 grab 这个机会的很重要的大前提。然后这个 observant 呢也是很重要 ，OK， 不只是机会啊，因为这个机会这个机通常人家讲有危机的时候就会有机会，你这个机你要看到底这个机是不是危机的有时候就是我就打一个比方啦，可能这个比方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 I company 做工。我就有 sense 到一个危机，就是它的这个在制造晶片上面有一些struggle，然后你自己在内部你也看得到那个struggle在哪里，就是它在同一个东西上面一直不停的在转吧，就一直在转，然后那个东西一直会有问题，就变成会拖慢整个 production 的 process。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个在 long term 来讲，它是不是会影响那个 company 的进度？所以你在你的 company 里面，你能够最直接的去观察到你自己公司里面的情况。如果你是 sense 到它有不对了，而且它会带给那公司长期的 impact 的话，那你就要自己去小心，可能你要 look for 其他 opportunity。whereby maybe 其他的公司能够 offer 你更好的一些机会，或者是它能够让你在一个更好的场所下面去做你的东西，这样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observant 的那个东西啦。不只是要去看好的东西，你也要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它有没有存在在你的那个 department 或者是你的 company 里面。
所以这个也 ties back to 那个我们之前讲的啦，你要 focus on long term 的 goal， 就是你如果长期你看到这个公司不好的话，会有问题的话，这样你就要可能去寻觅一些不一样的办法。我接下来要讲的点呢，这是最后第2个点，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大环境有一个敏感的感知。OK，be sensitive to the macro environment， 就是我们不只是钻研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上面。OK，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自己的东西做到太入神了，变成你没有去看旁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刚才我讲的例子，这个我之前 company 的那个问题是一个 macro 的问题来的，它影响到整个 company 的这个运作。当你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东西，这整个 macro 的东西有一些问题了，你就要比较 alert。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东西啦，你自己去 be sensitive， 到底你的公司的这个未来的成长会不会因为 A issue 或是 B issue 影响到整个未来的 roadmap， 所以这个是要 be sensitive 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你要能够 not agreeable to certain things or to certain people， 不是每个东西你都要说 yes 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蛮重要啦。就是如果你什么东西来你就 say yes 的话，你就会浪费掉你很多的 resource， 浪费掉你的 attention。所以你应该 prioritize 你自己着重的东西，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你最大的 impact， 然后你就去 agree 去做那个东西。同样的，如果你的老板给你的薪水是不 tally with 你做的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傻傻去 agree 讲OK 我 accept 你给我let's say 啦，你给我一个3000，我讲OK 谢谢你给我3000，这样不是这样子。你应该要去衡量你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去 justify whether 你老板给你的钱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他给你不够，你应该去 fight for 那个东西 ，able to be not agreeable to certain things， 这样子你的薪水才会比较容易涨，而不因为如果你每次都OK 这样子的话，老板就觉得你是一个容易 handle 的人，就是你什么都 OK 咯。然后我给他3000他也 OK， 我给他3500他也 OK， 我给他4000他也 OK， 所以不需要什么去 fight。你遇到好的老板的话，他会帮你 fight， 那个没有问题。你遇到不好的老板，他就觉得你是一个 yes man， 这样子你就会有问题了。所以你要为自己的这个 benefit 去着想，然后去做独立思考 ，whether 他给你的钱是对的，可以去 compare with market rate or whatsoever， or compare with 你的 colleague，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去 compare。总之就是去做一些 survey， 去做一些comparison， 然后去看 whether 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 compensation， 是很重要的。你要 fight for 你自己，然后 not agree to everyone， 然后通常你会有特别的意见的时候，人家才会对你有一些特别的看法。就是你可能有对这个 issue 上面有一些奇特的看法，然后能够帮助到这个 issue 去 resolve 的话，那个也是一个人家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东西，因为你 provide 了不一样的 perspective。所以不要永远做 yes man，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not agreeable。所以这就 cover 了我所要分享的东西，是蛮多点，然后可能我 elaborate 到蛮长，可是我希望我这个分享能够真的去帮助到刚刚要出来工作的你。因为这些是我现在30岁了，然后就这几年得到来的这个心得啦，希望这些点能够也帮助到你，从这个20多岁到30岁的这个路程，然后你能够去扩展你的事业，然后帮助到你如何去存钱、去赚钱。所以今天我们就 focus on 这个 mindset，alright。接下来我会讲一些action related 的东西，因为这个是 mindset 就是你思考。然后我们去讲 action related， 然后去帮助到你如何去真正去执行一些赚到这个100万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希望你能够有被帮助。如果你觉得有被帮助的话，记得去点这个赞，然后分享，打开小铃铛。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